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王，欢迎来到每周科技要闻的第2期。上一周皇家旗舰 RTX 3090已经如约上市了，可惜情况比 RTX 3080上市时还要尴尬。这一次终于不用抢了，因为清一色没货。虽然还买不到实物，但是各家厂商百花齐放的设计还是可以拿来过一过眼瘾的。比如这个索泰 RTX 3090 X Gaming， 抽象艺术化的外观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甚至还有一股小清新的味道，一改之前显卡外观要么直男要么猛男的印象。还有我们刚评测过的影驰 RTX 3090 Gamer Switch 限定版，更是用积木的设计把显卡外观带到了可以 DIY 的领域。但不管是 F1 公版还是非公，他们都堪称大板砖，3槽的厚度让许多小机商望而却步。而技嘉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推出了只有双槽厚度的涡轮散热版的 RTX 3090。这个复古的散热设计到底能不能压住 GA102 这颗大火炉还不知道但是这个厚度肯定会为不少 ITX 玩家带来福音。老黄的新核弹虽然当量惊人，但依然有人想方设法要榨干它们。国外超频大神 Vince Lucido 使用液氮将一张定制版的 RTX 3090超频到了2580兆赫兹，这相比公版3090的1700兆赫兹墨屏足足提升了有一半顺带超了一点显存之后，这张显卡在 3D Mark Port Royal 单卡跑分中直接屠榜性能相比默认情况下提升了30%有余。当然这个大家看看就好，毕竟液氮超频不是日常可以使用的状态。按照我之前的经验来看，几分钟就要吃掉一杯液氮要维持这个状态还是挺累挺烧钱的。正当老黄风光之时，散热系显卡却出现了一些幺蛾子。前几日，国外有不少用户反映，某一些非公版的 RTX 3080在 Boost 频率超过 2.0 赫兹时，会出现游戏崩溃的情况。而在9月25日，外媒 Igor's Lab 发文章分析称，该问题可能与显卡核心背部 PCB 上使用的电容类型有关。9月27号开始有厂商回应了，其中影驰和根生都发表了中文声明。不过，这么多家厂商之中，也只有 EVGA 提及了电容类型对显卡稳定性的影响。他们明确表示，使用6颗 PostCap 电容的方案的显卡无法通过实际的应用程序测试。9月28号 ，NV 推送了新版的显卡驱动，更新日志中包含了对显卡稳定性的修复。国外用户也普遍反映崩溃问题得到了改善但大家都纷纷表示显卡 Boost 频率比之前低了。次日 ，NV 也终于在其官方论坛出面回应了。他们表示，电容配比并不能确切反映显卡的质量。超能网从 AIC 那里也确认到，几种电容搭配方案都是经过 NV 认证通过的，而且 PostCap 和 MLCC 这2种电容有各自的特性，混搭可能才是效果最好的。以上是厂商的说法，国外的一些玩家也进行了相关的测试。Pulse Hardware 测试了4张不同品牌的显卡，是搭配不同电容方案的结果是墨屏都稳定超频超过了2G 赫兹统一崩溃，包括全 MLCC 的 TUF。而我去年在 Computex 上碰见过的液氮超频大佬的 Bauer 就更硬核一点直接手动改装电容，从6坦电容变成了4坦电容加2组 MLCC。结果是超频确实强了，但也只是高了一丢丢，20-30兆赫兹而已。所以这是可能单纯的是之前预设的频率太高了，而电容只是打的辅助位。总的来说，大家也不必过分纠结，毕竟现在散热系显卡也买不到说不定等到能买到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呢。新上市的产品出问题以前也不少见，等等党永远不亏当然还是希望已经拿到显卡的小伙伴能够一直争相下去。等到10月15号，高端甜品 RTX 3070也要开卖了，到时候散热系显卡的供货应该会没有那么紧张了吧？而且网上已经泄露出了散热系其他型号的显卡，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但价格亲民的3060系列以及20GB 显存的 RTX 3080确实值得期待一下。散热系显卡扯了这么久，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点腻了所以一起来看看几个新鲜玩意儿。前几天雷神发布了一台号称是全球首款的静默式液冷游戏主机，看图片是把除了电源外的所有硬件都静默在了一个充满液体的透明盒子里面，而且可以运行在零下70度，宣称的寿命是25年想要玩油冷的土豪们现在不用自己折腾了，花钱买现成的就行。群晖最近推出了一台搭载 AMD 锐龙处理器的 NAS， 而且定位高端，但是考虑到这个配置以及价格，看来还是 DIY 比较划算。FreeNAS 塞扣的啫！国外有个叫 Ring 的厂商推出了一款可以飞来飞去的家庭摄像头，全名叫做 Always Home Cam。除了未来感十足之外也确实是个防贼利器。看来我们工作室也该买几个这样就没有人敢上班摸鱼了。
iOS 14正式版刚刚推送了没几天，国外 Checkra团队就宣布可以越狱了不过暂时只能支持到 A9 芯片及以前的设备顺带提，我已经放弃越狱很多年了用 iPhone 不就是图个稳定省事嘛？新 iOS 版本也越来越多集成之前越狱才能有的功能了。9月22号 ，Xbox Series 系列。Xbox 系列主机销量突破了前一代的记录，良心配置加上良心的价格，人气想不火爆都不行。甚至连微软都表示没料到会这么火爆今年怎么这么多没料到的事情？更有意思的是，前脚 Xbox 官方才在推特上表示支持粉丝为了朋友转战 PS5， 后脚微软就在索尼的老家日本宣布新 Xbox 系列降价，而9月25号在日本开启预售的时候，也同样被抢空。近2年，云游戏是越来越火了。英伟达、谷歌、微软等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云游戏服务，看着几家都玩得不亦乐乎。科技巨头亚马逊也终于忍不住要插一脚了。9月25日，亚马逊宣布推出云游戏服务露娜同时推出了专门优化过的 Luna Controller 手柄。鉴于之前微软在苹果那里吃到了闭门羹亚马逊这次宣布使用 Web App 作为 iOS 上的云串流应用简单说就是通过网页在浏览器中进行串流，这样一来就绕过了 App Store 的审核。虽然浏览器串流的性能和延迟可能不如本地应用，但是既然苹果都声明了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而且 iOS 上的浏览器都是日用的 Safari 内核如果厂商和苹果合作优化一下那么在 iOS 上流畅进行云游戏还是可期的微软同学，你学废了吗？近日大火的游戏《糖豆人》终极淘汰的官方，在玩家们的强烈要求下放出了糖豆人的内部结构。萌萌的外表下居然藏着如此惊奇的骨骼请问哪里有卖没有看过这张图的眼睛呢？更神奇的是，官方后来又发起了一个更搞笑的投票问大家要不要当做无事发生。结果玩家们纷纷表示，也挺好的。任天堂 Switch 的 Joy-Con 手柄摇杆漂移问题迟迟没有被解决于是法国最大的消费者团体将任天堂告上了法庭，而且告赢了任天堂在法国推出了免费维修政策。东方最强法务部在西方败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东方坏了的手柄要找谁负责呢？OK，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除了这一个每周科技要闻之外，我们也一直在输出新鲜有趣的数码产品评测与折腾影片新观众可以点一个订阅进来参观一下，说不定会发现让你眼前一亮的内容。同时，如果你有电脑主机、电脑硬件、电脑外设的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铺一王的藏宝阁看一下。大家等待已久的 Vector One 机箱青春版以及 iTech 主机都已经上架了，扫描屏幕上面的二维码，或者是到淘宝店铺页面搜索一王的藏宝阁即可到达。那么下期再见，我是一王，拜拜。